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经常感觉自己的头上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这么一晃，后面就感觉晃荡荡的啊，特别的难受？或者有些朋友啊，只要一刮风一下雨，就总是感觉这半边会有一种嘟嘟嘟这种跳动的感觉啊，半边啊感觉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因为我在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叫做八字锁。这八字锁你跟着我去做，把头上的一个开关给它解开，你会发现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头上的大石头套着的紧箍咒啊，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大家。咱们这里啊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如果你感觉好的，你留下一个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啊。所谓八字锁，就是把我手伸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八字啊？这么看一个八字。那么呢，我们先用2指这个位置贴住我们的耳朵，就这么贴住。贴住耳朵的时候，你们前后上下去摸一摸，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平台，就围绕这个平台，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推动。大家可以看，来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咱们不能直上直下，因为这个手推起来，你看我直上直下的话是有弧度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耳朵是有弧度的？它其实就是引导着你怎么样做一个有弧度的向上推，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啊，跟着这个耳朵的弧度来慢慢的往上，1、2、3，做多少下你们自己数，做上20下。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2个耳朵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一种对比。你看，我们做上20下以后，当你手松开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你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把这里微微的推到有一点发热，你自己数2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当你把手松开来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这半边和这半边是不是2边开始感觉有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朋友啊，感觉耳朵听东西啊，都感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这才是半把锁。那么2把锁合在一起才是一把完整的锁。所以呢，打开半把锁以后，咱们先不要窃喜，再把另外半把锁打开，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去做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把我们的手掌伸起来，然后这个位置啊成一个直角，这里有一个小窝窝，我们用这个小窝窝刚好压住我们的耳朵。每个人这么做啊，你看，把我们的耳朵这里给它压实了，压实了以后，头转过来，大拇指贴上去，这么贴住以后，你看，就这条线叫做等身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么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用手慢慢的从外向内。就这么去推，慢慢的由外至内啊，去20下到30下，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头别低着，别低着推啊。你这个单手先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感觉。慢慢的，当你推开来以后，也会有这种热热的感觉。就这么去推就行了。推上一个20下、30下以后，你自己感觉可以了，我们把手松掉。松掉了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头，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么咱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头上容易扎着一些辫子啊，或者盘扎一些头发，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顺利了。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咱们女性朋友做的方法，点着这个点，对不对？还是一样找这个角度啊，找这个横线，点着它以后，慢慢的动一动。然后再往内动一动，每个点转一圈，每个点转一圈，就这么转，把这条线给它解开，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窝窝里面，从外到内去推。如果你做到后面可以的话，2个手一起推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推完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做对比啊，2边找一下感觉，是不是发现有的朋友脸上开始发热了啊，左右开始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差距啊。当你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感觉有帮助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以后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由内由外向内去推一个8字锁，2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住这个手势，
基本上你就把这个动作给记在脑子当中了。而且你记住啊，咱们所有的动作讲的都是细节，而这些动作好不好也是在于这些细节。好的动作要又简单又快，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干货分享给你，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关于头疼头晕的一个改善方法。其实呢，很多头疼头晕它是跟咱们的颈椎有着很大的关系。那这里就一定要强调一下咱们的一个椎动脉。那很多人这个长期低头造成了这个椎动脉呢受压，然后呢这个血流往大脑的供血量明显就不足，就会造成了这个头晕、眩晕，身体呢走路起来这个平衡感下降然后呢这个甚至视力咱们的耳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咱们今天这个手法其实是在中医上面去利用这个三焦经一个推法，它可以很好的去缓解咱们整个头半边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半边的这个肌肉都达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效果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咱们这个手比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呢，一只手指咱们定位在咱们这个大约在听宫穴这个位置一只手呢，咱们定位在耳后乳突的这个位置。乳突是哪呢？乳突就是说你耳垂往后摸，大家跟我一起做，往后摸呢，你摸到一个骨头，这里有个骨头，对吧？那这个骨头呢，咱们就叫做乳突。好，我们把手这样定位好以后然后呢，慢慢的深入的往上去推像我一样做一下，咱们就这样去推在这个推的时候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很轻柔的这样去推，那这样去推呢就效果就不如咱们这个用劲的推的效果因为这里呢基本上它其实刺激的是咱们整个的一个骨面，也是按照咱们三焦经的一个走向去走，所以咱们这只手定位在这个听宫穴，这只手定位在咱们乳突，就往上走，慢慢的往上推，你看推到哪呢？推到大约和你的这个耳朵尖平齐的位置就行了推顺着这个骨头的方向走，推上去再来这里耳朵后面也有很多的淋巴这个位置有很多淋巴，所以这样去做的话，不单单是刺激了咱们的穴位、经络、淋巴包含了它这个反射区，给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些肌肉、头部的肌肉一些反射的信号都有很好的刺激量，所以效果是非常好。我们每天就这样去推，一边耳朵推个30下推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你会发现真的很神奇的，半边的头脑以及半边的这个脖子都轻松了。但是呢，这个手法它不要两边一起做，你千万不要两边一起推，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两边一起推呢，很容易头晕很容易有些人呢就推完以后他会恶心，因为这个刺激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单边做单边做30下这样推。你看这只手，我的中指放到这个位置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轻轻的推，但是重点是我的这个食指的位置一定要压揉进去，有一些微微酸酸的感觉是最好的咱们就这样做这样做。你看我的做速度其实也不是很慢，对吧？但是我每一下都推到里面了。好，做完了以后咱们活动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条线到脖子这条线都轻松下来了。好，我们再把这边做一下，那一样的这个手指的定位手指的定位，定好位以后，然后咱们开始做。做的时候咱们这个头可以托着或者微微的歪住咱们就开始做就行了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一定要渗入进去。你看这个食指要渗入进去推，要有微微酸酸麻麻的感觉就是最好的。那证明你的力度呢已经渗透进去了咱们这边呢大概推了有10下左右，再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头这一块全部都轻松了，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那么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对于如果你颈椎不好或者身边有朋友颈椎不好劳宫穴上面有一些不足对吧？这个头又经常容易疼这种类型的人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他一定会感谢你然后自己呢，如果没有什么头疼肩颈不舒服了，就这样做一个预防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经常头晕、头疼，头上面怕见冷风，而且这类人群啊，大部分都是40岁往上走的。我们说人只要过了40岁以后头上面的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就一定要重视。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去洗头，对吧？洗完头以后，即便头发没干，你20岁左右出门头发也没干，无所谓哪怕这个风对到你头上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年轻。但是你换一个30岁或者40岁以上的人试试看，他头上一定要吹干，他如果不吹干，出门吹了冷风，第二天这个头上面就会疼，要不然就是头晕晕的，要不然呢就是浑身没劲，要不然甚至体质弱一点的还会感冒受凉。所以说我们头上的问题都是要值得重视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就容易出现头疼、头胀，甚至我们头怕见冷风呢？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解释这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上眉头中间有一把锁，这把锁它其实关乎着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筋膜的紧张程度。说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头部经络的一把锁。你把这个眉头中间这一块我手指的区域给它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立马的头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而且解完了以后头脑清醒，这个思维能力都甚至变强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那么这个锁在哪里呢？我们讲这叫天门线，就是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这道线叫做天门线。你每天去推上一个100下左右你就会感觉这个头上面非常的好，而且你随着你的往深度的一个推揉慢慢的很多人额头上面就会出汗把我们整个筋膜打开了以后它就会向外释放一些不好的物质，通过汗液排出来所以我们来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姿势是这样的我用我手指的位置就是我这个大拇指小尖尖这个位置，顶住我们的一个印堂，然后往上去推你看推到哪了？正好到发际线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两边是门，中间是一条线叫天门线然后来2、3、4、5你去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拿手跟着我去做，你们去感受一下。一般来说，你头上头顶的这个筋膜越紧，你越容易头疼，越容易感觉头晕的怕冷风的，你推这条线的时候越会感觉疼痛。很多人反馈刚开始都不敢下手，为什么呢？太疼了刺刺的、胀胀的、疼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有多疼你就忍着哪怕你轻一点就往上推，速度不用快，就是像我这样速度慢慢往上推。随着你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你会发现慢慢的它这个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感觉最后感觉就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胀胀的感觉我们就这样去推上一个100下推完以后这个时候你把眼睛可以睁开，也可以往上挑一挑眉毛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此时你的头脑是轻轻飘飘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其实就是这么100下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经络网给打开了我们日常当中每天就做100下，但是我们的力道不要过重，因为过重了以后很多人他会在额头上面形成一道线就是红印子，它消不掉。我们正常力道就轻轻的、慢慢的往上推，这样呢，头上做完以后可能会有一道气血的印子，但是一会儿它就消散了，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不影响你整体容貌的一个美观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如果学会的朋友呢，也给视频点个赞。我是大为，会给大家分享你学不到的养生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关注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大了最怕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一旦跟不上了，整个人就会感觉晕晕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而且呢记忆力时好时坏，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萎靡，你的精气神也会陡然下降那这个呢都是脑供血不足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都是有脑供血不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头上的供血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咱们的头上
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网。这个网是什么呢？我们把手啊放在头顶啊，随便你放在任何的位置，把手贴在我们头上，来回的抓一抓啊，按一按，揉一揉，你会发现啊，我们手指触及我们头皮的点啊，有的地方啊是不疼的，而有的地方按下去以后啊是酸酸胀胀、麻麻的。那么这个酸胀的点啊，就是我们不通的地方。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头上啊是有一把经络锁的。这把经络锁，如果你把它完全解开了以后，我们的供血量会变得更好，我们的大脑啊也会被释放开来啊，整个人啊会变得更加的精神，面色啊变得更加的红润，脑供血啊会越来越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去帮助你缓解我们脑供血不足。做完了以后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供血往上升了，整个人啊会更加的舒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它的齿头非常的圆润，更好的能渗透在我们头皮下方的一个经络里面，而且呢，通过这个梳子啊去疏通我们的头部，更好的能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锁。这个梳子啊非常的耐用，非常的结实，居家备上一把呢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要打开我们头上的锁，首先就要开上我们脑门上的一个天门线。天门线怎么去开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印堂啊往上去推，大家看1、2，从印堂往上去推啊，大家看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我这个梳头啊，在往上推的时候啊，它是推着一道气血在往上走，而且呢，当你的供血量越不足，它这个气血的影子啊，它就会越淡，你推起来的时候也会越疼啊。我们就这样推啊，推上一个50下。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咱们呢，如果是用手指去推的话，我们手上的皮肤和头皮上面去摩擦。久了以后啊，它皮肤上面会有增生，头上会有一道消失不了的一个红线啊，这条线看起来就特别难看。用我们的梳子啊，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而且梳子的一个渗透力啊，比手指啊更好。好，我们推上50下以后，把这个门啊两边全部画上。你看，从这里1、2、3、4啊，把它侧着，你看。侧着这个梳子一定要侧着往外梳，梳到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啊，就这样去梳。你得把前面这个门啊给打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头上啊痛点越明显啊，那代表着你头上的经络啊越不通啊。梳完了一侧，我们梳另一侧，一般一侧我们50下啊。但是在这里呢，咱们做视频啊就不多演示了，我们就这样去梳啊。大家做的时候是数50下，好。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做哪里呢？我们要去把我们脖子啊给它疏通开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脖子这里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耳后往下走，它是一个通道啊，你只有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完全的打开，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个供血量啊。大家看一下啊，看梳子往下刮，顺着你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方，大家看，然后呢顺着我们的脖子往下1、2、3、4啊，往下的时候，你能啊手往下，这个手一转过来，正好是打在我们的肩膀上啊。5、6、7、8，我们做的时候还可以干嘛？把我们的头啊微微的，你看偏往下低一点，把这个筋啊给它暴露出来啊，这个筋暴露出来，然后再这样去刮，它的效果啊更好。好，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另一侧也做一下啊，大家看1、2、3，一般一侧呢去梳上一个40下到50下，整个过程啊是非常舒服，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梳齿过的地方啊，就把里面的一些筋结、一些点啊，给它慢慢的平滑过去了，变得平顺了。把这些经络给它捋顺了以后啊，整个人你看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头，你会感觉啊特别的清醒，特别的畅快。那么前面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把我们百会这个点啊给它梳开。百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诸阳之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的开天门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百会给打开。梳子放在我们的发际线上，就像这样放，往后一直梳到顺着脖子往下触碰到你的大椎啊，就这样看。一直往下梳，你往后能梳多下，往后梳多下啊，头可以微微低一些啊，就这样梳
啊。然后呢，我们一般去做上一个60下左右。你看，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手啊，右手做完了以后换左手啊，左右手都动一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动作它能带动你的肩部啊，对肩部也非常的好。好，做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啊，你再去活动一下你的头，再去把眼睛闭一闭、睁一睁，你会发现整个人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个眼睛的进光量会大很多；第二个面部会有一些气血往上涌，面部感觉热热的，头上面会感觉这个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这个时候，你的供血量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咱们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早上吃完饭以后去做一次，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去做一次。做完以后还能很好的帮助你就是入眠，因为当你的头上经络所打开以后，对于你的睡眠其实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让你睡得更加的踏实。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然后以后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就拿这个梳子跟着我去练。同时呢，咱们的梳子也加入在合集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包括提升我们的面部轮廓感的，改善我们眼角细纹的，都会在我们的合集当中有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